啊，哎，行行行，那你等我吧。哎，我这就下来。谁呀？朱世京，他找我说点事儿，在楼下呢。干嘛不让他上来说啊？这太晚了，人家觉得不方便呗。我下去了。小菊，哎，丽丽，小菊来了，那我下去了啊。哎，是啊。对。哦，拜拜。姐，你怎么跑来了？妈拉着我散步，绕着绕着就要到你们家楼下了，所以让我上来看看头上装的包好了没有。哎呦，那妈自己怎么不上来啊？她怕姐夫笑话，不想上来。走走走，把妈叫上。嗯，好。妈怎么不见了？跑哪儿去了？妈呀，你在这儿干嘛呀？我听他们说话呀。程雪怡现在知不知道？还不知道。那你打算什么时候告诉她？过段日子吧，他现在的心情也不好。您干嘛偷听人说话呀？就是妈，你有点过分了。怎么过分了？你看他们俩一直在说一个女人，万一若定变心了，那还不是对你姐不好吗？那你也不能偷听啊！真是的，走了。哎呀，你这个孩子，世京，怎么回事？都到家门口了，不进去聊？你们俩怎么在这儿聊上了？哈，没事儿，明儿啊公司开会，我来找韩队谈点事儿。哦，那走吧，上楼坐会儿。没什么大事，都说的差不多了。哎，世京，要不然到楼上坐一会儿吧。哎，妈，你们刚才说那个姓程的，谁呀？阿姨，那是我正在追的一女孩儿。不对吧？我怎么听着跟若定好像有点关系？妈，我是帮他参谋参谋。妈，你不行了你。对对对。哎，对了，我给你们介绍一下，这是我妹妹小菊，这位朱世京，你姐夫的同事，也是飞行员。早就听说茉莉有个非常漂亮的妹妹，今儿一见啊，果然是名不虚传。我女儿漂亮吧？澳大利亚回来的，海归，学建筑设计的。哎呦妈，现在海龟都不值钱了，都变成海带了。海带？啊，就是海外归来的待业青年，简称海带。哎，别这么说，多难听啊，还紫菜呢。怎么样，这说法有创意吧？嗯。来，把药吃。哎，怎么躺下了？起来起来，把药吃了再睡。怎么样？现在有感觉吗？现在怎么会有感觉啊？我倒觉得挺精神的。哎，我听说，如果怀的是儿子，妈妈就比较皮着，所以这次大概是个男孩。你重男轻女啊？你不想要儿子啊？只要是你生的，我都喜欢。不过我还是有点担心，以前流过产，不知道这次能不能顺顺利利的生出来。不要因为你流过产你就害怕，别胡思乱想。好吧，我一定会努力的。睡觉吧。
怎么回事？她流产了，流产了？刚刚做完手术，休息着呢。这早晨出来还好好，怎么就流产了呢？飞机落地以后，她说有点不舒服，结果下楼梯的时候，她摇脚踩空就摔下来了。哎，你赶紧去看看吧。怎么办呢？以后会不会生不了了？傻孩子，别瞎想了，没事儿。可是以后啊，一定要注意了，多危险呢。我已经想好了，这次你出院以后啊，就不去上班了，在家好好养身子。那我不成寄生虫了吗？我可不想后半辈子全靠你养着我。大傻子，我养你不是天经地义的事儿吗？怎么样，累不累？哎，你别跑了，若定。我再跑2圈吧。有话跟你说，昨天晚上那件事儿，你考虑的怎么样了？什么事儿啊？咖啡馆啊。一大早怎么又说这事儿啊？哎，我跟叶兰已经合计好了，一人出个20多万，搞一个中等规模的，50万就行了。哎，叶兰这人办事可不靠谱啊。她老公炒地皮赚嗨了，咱们只工资，这可有风险的。我这也是为咱们家的理财考虑啊。再说了，做生意哪有那么简单？就凭你在飞机上端过咖啡，就可以开咖啡馆，所有人都可以做生意了。投资是有风险的。干什么没风险啊？要是都怕风险的话，什么都别做了。嘿，你这什么话呀？你现在可是怀着孩子呢，你就这瞎折腾，万一孩子有点什么事儿，我可跟你急啊！我现在就是不同意开咖啡馆。你练吧，我先回家了。哎，帮我买1包豆浆啊！从病例及 CT 以及核磁共振的结果来看呢，情况很不乐观的。目前国内对这种脑部晚期的胶质瘤还没有一个良好的治疗手段。一点希望都没有吗？对于这种晚期的肿瘤啊，医学界都没有办法的。手术加上放化疗会有作用吗？它是可以抑制角质瘤的增长速度，但消除不了的。医生，中药调理会有什么作用啊？中医的调理也只是起到抑制的作用。你是他的亲人吗？那如果是这样的话，你最好别让他本人知道这事儿，这样呢会对他造成太大的心理压力，反而对病情不好。可是他现在已经知道了。那你就顺着他一些吧，让他高兴一些，快乐一些。良好的心态对一个患者来讲是非常重要的。好。谢谢。喂，开会？不是说今天没会吗？好，我马上过来。最近1周以来，飞行燃油的消耗凭空比以往增加了30%。我知道有些同志对自己的薪水有意见，有意见可以直接提嘛。如果在下面搞小动作就不好了。在飞行时搞一些小动作，浪费的是国家的燃油。现在我国还是发展中国家，油依然很紧张。你昨晚跟茉莉说了程雪爷的事吗？高标准燃油更是稀缺。这样一来，没说，就是对国家的一种犯罪。环境不对。公司已经开始调查这次飞行燃油消耗增加的原因。下回再说吧。一旦查到责任机长，公司将毫不留情
严肃处理。哎呀，你说这事儿怎么办呀？这程雪玉一走，你们家突然多出一个儿子出来，这对茉莉来说是不是太突然了？是啊，我都觉得突然，我都不知道茉莉能不能接受这个孩子。这孩子是你儿子吗？亲子鉴定你做过了吗？不用做。那孩子啊，跟我小时候长得是一模一样，一看就是我儿子。那你真的觉得现在就把那孩子接到你那儿去啊？当然，那可是我的孩子。更何况程雪怡现在病成这个样子。那也倒是啊。哎，要不这样吧，程雪怡的事儿啊，你就别告诉茉莉，到时候等程雪怡走啊，你再把孩子带回家，到时候慢慢的，也许茉莉就接受了。我想想吧。哎呀，这破电视剧当中的情节，怎么就你赶上了？艺术家不是常说艺术源于生活吗？我这是多么真实的生活呀！反正我最近没什么事儿，有什么需要帮忙的话，你尽管开口吧。我知道了。哎，你不是说有什么事儿要跟我商量吗？算了吧，还是别告诉你了，你自个儿家的事儿都忙不过来。什么事儿啊，吞吞吐吐的，有话你就直说吧。可能最近你家里事儿多，你的政治洞察力可是大大的下降了。什么政治洞察力大大下降啊？想说什么呀？你就没发现公司里现在是暗流涌动？我跟你说吧，暴风雨啊，马上就要来了。什么乱七八糟的？哎，你到底想说什么？熊总在会上反复的强调，飞行消耗的燃料比平时增加了30%。你真的以为是个别飞行员因操作原因造成的吗？你是说人为因素？是有人联合起来故意跟熊总对着干？对了，肯定有人跟他对着干，而且这个人啊还不一般。最近啊，我老想，这个时候要是站错了阵营啊，谁就绝对没有好下场。哎，罗店，反正熊总啊也就那个熊样，你说我们该往哪个阵营站？不管站在哪个阵营，多耗油的就是犯罪。你也别想那么多了，我们自己把自己做好就行。我要接孩子去了，我来不及了。行，我跟你一块儿去吧。你就别跟我添乱。哎呀，我自己的侄儿，我看了有什么不对吗？改天吧，还是把你个人问题早点解决好了吧。哎，我能跑大街上追小姑娘去吗？天哪，你看你这一身汗，快洗澡去吧，文嫂给他洗澡去吧。哎，我还是陪我洗澡。陪他去吧。好，好，好，我陪你去，走。文嫂，准备水果点心。谁养？养啊！哎，来。转过来。舒服吗？舒服啊！以后叔叔经常帮你洗啊。滑不滑？
吧，猪快点！求饶不求饶！一个小朋友不停地向乘务员要这个要那个，后来这个小朋友居然向服务员说：“你有指甲刀吗？”乘务员说：“对不起，我没有指甲刀，我又不是机器猫小叮当。”飞机飞呀飞，这个时候大家开始用餐了。吃完饭之后呢，乘客就把餐盘呢递给服务员，只有靠在窗口的那个小朋友无动于衷。这时候服务员就说：“小朋友，麻烦你啊，把你的餐牌递给我。”这个小朋友很骄傲地说：“你是服务员，我是服务员啊。”这个服务员说：“我是服务员，但我不是长臂猿。”真的，你吃点葡萄。落地没跟我说过啊。看来真是歌星了，大家都在议论，就你蒙在鼓里了。我知道那么多干嘛？反正我早就从那儿出来了。唉，做个女人不容易，做个已婚女人更难。你发什么感慨啊？年纪轻轻的，给人家当老婆，不光要被家务所累，而且还要保持美丽，保持肌肤鲜亮，保持形体苗条，还要善于理财，让日子越过越好。同时，你还要不时的充电，以免丧失与老公谈话的资本。最重要的是，你要千方百计的斩断老公外面的那些桃花源，以免他被外面的那些女人勾搭走。老大，你今天绝对不太正常。有话直说吧，谁欺负你了？谁欺负我？是有人要欺负你。可你怎么说都说不清，看来这个恶人只能由我做了。哎，我跟你说，你听着啊。哟，我来，坐着去。我来。怎么这么晚才回来啊？吃饭了吗？吃了，今天开会。你今天不是没班吗？怎么还开会啊？
临时通知的。开了一整天啊？开完会和朱世京出去吃了点东西。喂。这么晚了，明天行不行啊？好吧，好吧，我这就过来。哎，好，再见。朱世京，他有点急事儿，让我帮他一下，我先去了。好了啊，走了。世京，哎，罗定，大夫姓邓，是我妈的一个老朋友，中医世家出身，听说有治癌的偏方。你怎么把程雪怡的事跟你妈说了？我没说，我只说是我的一个朋友。行不行啊？咱们试试看吧。你看，诊所都下班了，我妈给他打电话，大夫在等着我们呢。走吧。喂，请问是程雪怡小姐吗？我是你哪位啊？太好了，终于联系上你了。哦，我是北京人民医院负责你诊断的李医生。哦，您有什么事吗？电话里说不清楚，请你明天务必来医院一趟。是我的病情吗？您千万别乱想。您到了医院，我再当面跟您说。喂，程小姐，程小姐。刚才怀疑大夫的能力，现在相信了吧？雪怡她对手术、化疗、放疗她都不接受，只能试试中医了。你也不接电话呢？我要去他家告诉他，明天就来看。雪怡，雪怡。雪怡，开门！开门，雪怡！发生什么事了？开门呐，雪怡！开门！雪怡，你为什么不接我电话？为什么要关着门？怎么了？雪怡，到底出什么事儿了？罗定，我的死期要到了。你瞎想什么呀？我刚刚帮你找了一个有名的老中医，明天我就带你去看，好吗？没用了，一切都没用了。我的生命已经走到尽头了。你胡说什么呀？你要相信我们，相信医生，好好配合他们，会好的啊。
我今天必须告诉你了。其实这么多年，我一直爱着你，我一直想跟你联系的，可是我从来没敢拨通你的电话。我知道我对不起你，我现在想来赎罪，可是老天爷不给我这时间和精力。你赎什么罪啊？你有什么罪啊？雪姨，你别折磨自己好不好？你知道吗？我需要你。雪姨，你累了吧？你休息吧。我明天早上来带你看中医。我先走了。陆弟。遗失在记忆里的爱情被唤醒，书写下新的缠绵篇章。若时间允许，定可以让这一生为你而点亮。我和你牵手走过海边，依偎着望日升月落。然而这只不过是我的失望。爱你的心依然炙热，你却让我无法选择。讨厌，还没睡啊？好了，都怪我好吗？别生气了。你不好就完了。哎，给你讲一个小笑话吧。前2天我们开会啊，他们说一个乘务组的一个小笑话，说乘务组的小李啊，刚刚把视频封起来，有一个旅客说：“小姐，我要一听可乐。”小李说：“对不起，我们都封了。”陈哥说：“我就要一听可乐，你们怎么就疯了？”你真够坏的，编排人家小李。不是我说的，这是真事儿，还有故事呢。讨厌，耍流氓。今天流氓我就耍定了。星星如雪花般融化于没有你的清晨，空洞的躯壳已守不住悲伤的灵魂。会不会有来生，记起前生与你的爱恋，得到重新爱一次的机会？我的泪已经在今夜流尽，美丽的雪花融进遗失的情书。
吃吧。谢谢。遗失的情书。遗失在记忆里的爱情被呼唤。遗书若定我依然爱你，星空会记得起我的美丽。文嫂，哎，雪姨她去哪儿了？她不在楼上吗？没在。你看，这是遗书，她要自杀。啊！哎呀，我也是在你来之前我才回来的。知道了。快去拿一些软的东西铺在地上。我怕来不及。快去吧。雪姨，你想干什么？你别过来！你不要干傻事儿。若定，孩子我已经交给你了，我的任务已经完成了。我现在活着也没什么用了，我真的不愿意在临死前做什么化疗，变成丑八怪，变成可怜虫。与其这样的话，不如让我先走呢。雪姨，你让我知道了这突如其来的一切，我每天也备受着煎熬，可是我没有退路。不想想我，为什么不陪我一起熬着？你怎么能说出这种不负责任的话呢？我真的不愿意再看着你挺着熬着了，我不愿意看到这一切。你还知道你是一个母亲吗？你走了之后，你倒是痛快了。你想过孩子吗？想过你的亲人吗？你想过孩子一辈子都要背负着他妈妈自杀的阴影吗？你考虑过我的感受吗？茉莉刚刚怀孕，
我要照顾她，又担心你的身体，每天在你们俩之间跑来跑去，我也真的很累很累，你知道吗？可是我必须得坚持，我必须得去承受。这么多年，我的内心一直告诉我，一个人活着不单单是为了自己，还有他的家人、爱人、亲人，你知道吗？雪姨，下来吧。雪姨，你老公都快没了，你怎么一点都不着急呀？我相信若定不会做什么对不起我的事儿。哎，我问你，他最近身上有没有什么陌生的香水味儿？身上怎么那么香啊？有没有夜不归宿？那倒没有，他每天晚上都回家睡觉。那有没有回来的很晚，然后言语闪烁？怎么这么晚才回来啊？吃饭了吗？吃了，今天开会。他有没有一反常态的向你发脾气之类的？打急了也不行啊，他们不知道你的情况啊。好像……哎呀，一看你回来这么犹豫，肯定是有。茉莉，你不能再像以前那样自以为是的生活了。你现在没有了工作，没有了工作，就等于在社会上没有社会价值了。你别给我讲这些大道理嘛。那你说我该怎么办呢？跟踪他呀，他上班的时候给他打电话查岗，看他在不在单位。然后他回家的时候偷偷翻他的包，看有没有别的东西，再看看他身上有没有什么长头发之类的。我可做不出来。要是我天天这样盯着他，那还不如离婚算了。你不把他们的恋情扼杀在萌芽状态，迟早有一天他会背叛你的。反正我就是不相信他会做出对不起我的事来。雪姨，这是5万块钱回北京看病用。算了吧，你拿走吧，钱对我来说没用了，又买不回命。你别想那么多了，我已经调好班了，我陪你到北京。可是我走了，新宅怎么办呢？还有文嫂呢。算了吧，我还是别去了。你别逼我好吗？走吧，走了，走了，走了。我不能回北京。停车！停车！若定，你停车！停车！若定，我不要回北京。万一我死在北京回不来怎么办？万一我连新宅最后一面也见不着怎么办？爷爷，你怎么了？不是说好了吗？不要自己把自己先吓到好吗？坚持一下，什么都会好的，啊！要是见不着新宅怎么办？不会的。你不能再像以前那样自以为是的生活了。你现在没有了工作，没有了工作，就等于在社会上没有社会价值了。
喂，请帮我找一下韩若定。今天没他的班。那他没去开会吗？哦，好，谢谢。航班延误了，我签了下一班。都怪我在路上耽误了。没事儿，还有1个多小时，到我办公室坐坐吧。若定啊，哎，世静，来，我给你介绍一下。哈，雪姨，这是我最好的同事、最好的哥们儿朱世京，这是我北京的朋友程雪怡。啊，你好。你好。哎，若定，你出来一下。啊？有点工作上的事儿找你。啊，你等我一下。你先坐。啊。跟你说，你可能有麻烦了。什么麻烦啊？刚才好像是茉莉打电话来找你，情绪很低落，是不是茉莉知道什么了？她说什么了？她问你来没来单位上班啊？不应该知道我在这儿吧？那可不一定，女人啊就爱瞎想，何况你那么多的事儿。哎，要不这样吧，你用单位电话打茉莉的手机。北京的医院让程雪怡马上回去一趟，她现在的情绪非常的不稳定，我得陪她去啊。哎，这样呗，你就跟茉莉说，单位临时安排出差不就完了吗？哎，若定，现在是2个女人的命运全掌握在你的手里，你可一定要冷静啊。我知道。就这事儿？接电话呢。陈小姐，没想在公司见到你了。哎，喂，熊总。啊，我现在有点事儿，明天不行吗？啊，那好吧，那我一会儿过来。哎，好，再见。没事儿，你要有事你就忙吧，我一个人可以去北京的。不行，你一个人走，我怎么能放心呢？没关系，反正我也不想让你在医院看到我那鬼样子。程小姐，我陪你去北京吧。真的不用，我一个人行，那不就去看个病吗？雪姨，这样也好，就让他送你吧。世京，那就麻烦你了。好，真，哎，你没关系，我去备车啊。时间不早了，我们也走吧。机场呢，那边都有熟人，从那个公共通道走吧。有了结果就马上打电话给我。一路平安。世京，
妈回北京工作，带你不方便啊。啊，怎么了？星展，怎么了？妈妈总有事瞒着我，不让我知道。妈妈有什么事瞒着你啊？自从搬到这里来，我就老看到妈妈掉眼泪。星展，那是因为妈妈的身体不舒服，以后啊要听妈妈的话，不要惹妈妈生气。嗯。走吧。坐好了。我告诉你个秘密，你不要告诉别人。什么秘密啊？说吧。你保证不要告诉别人。我保证。妈妈和爸爸离婚了，所以我也说回北京看爸爸，妈妈就生气。那星展以后啊，就不要在妈妈面前提回北京看爸爸的事儿。以后叔叔有时间啊，带你回北京看爸爸。嗯。想吃什么？说，叔叔带你去。妈妈说德克士是垃圾食品，不让我去吃。可是电视里天天放德克士的广告，里面还有儿童乐园，还发很多很多的玩具。我想去德克士，可以吗？原则上呢是不可以的，但今天呢，破例一次。走了。您消得起来，这里用餐1块。谢谢。慢点，好吃吗？好吃。喜欢吗？喜欢。慢点，慢点，来吃这汉堡。擦擦手。
静。怎么样？好，那你就辛苦了。喂，我这信号不好，一会儿到楼下打给你。喂，世静，怎么样了？可以。行了，各位大夫，你们不用太攻击我，我现在什么都能承受得住了。说吧，我还能活几天？就在3个多月前，院里严厉处分了放射科一名工作失误的小护士。你说这些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跟您的关系大了。因小护士心怀不满，为了报复医院，在其后的一次值班时，故意将2位患者的 CT 片子调了包，结果导致2份报告的错误。几天前，其中一名在我院诊断为正常的患者，在别的地方查出晚期胶质瘤，找上门来质疑。我们又为他重新做了检查，最后确诊了。我们这儿啊，从下午一直等到晚上，他那个主治医生去外地了，刚回来。这会儿啊，主治大夫和几个医生在给雪姨会诊呢。进去有一会儿了。你什么意思啊？你是说另外一个倒霉的人是我是吗？啊？李老师，你是健康的，我代表医院向您致歉。如果您在这段时间因这件事情遭受了损失，我们可以坐下来商量。具体的情况，现在还不太清楚。行，你那边有什么情况，马上打电话给我。行，有什么消息我马上给你打电话。挂了啊。陈小姐，请相信我们，我们的赔偿肯定会让您满意的。你说什么？你说什么呢？啊？你们知不知道我的家庭没了，我的公司差点也没了，你说赔？你赔得起吗你？郑小姐，难道你没有到别的地方去复查吗？一般的患者得到不好的结果，都是要复查的呀。我们希望能重新为您做一个全面检查。还做什么检查呀？啊！你们这帮混蛋大夫，你们什么医院啊？你们差点叫我的命，你知道不知道？陈小姐，喂，全聚德，我知道啊。哎呀，都老同学了，你说你们客气啥？你冷静点儿。这种意外在我们医院来说也是十分罕见的。对不起，向你道歉了。这事儿已经见报了，对我们压力也很大，我们会妥善处理的。哎，我跟你说啊，我可能会来晚一点，要不这样吧，你们先吃，别管我啊。雪姨，
说。出去再说。喂，若定。哦，我没事。是这样，因为情况现在比较复杂，我三言两语的跟你说不清楚。我明天早上去公司处理点事情，我下午就回厦门，4点钟到。嗯，那好，咱们厦门见。哎，拜拜。你都听见了吧？我都听见了。程小姐，既然没患绝症，这时候你应该觉得是件好事情，应该庆贺一下才对。朱先生，我有件事想求你。我没有得病这件事儿，你先暂时不要告诉若定。为什么？这对若定太不公平了吧？他应该知道的。我知道，可是因为很多情况你不太了解，我也没办法跟你解释。况且我希望我亲口告诉他，我不希望别人告诉他。若定是我最好的朋友，也是我的好同事。你说这么大的事儿，哎呀，让我隐瞒他，我真的做不出来。我知道这可能很为难你，但是真的有很多情况我没办法现在跟你解释清楚。如果你现在一定要告诉若定的话，那看来我只有死在他面前了。你非得这么做吗？求你了。那好吧，我答应为你保密。不过我还是希望你尽快告诉他。这个你放心，我一定会找一个恰当的时间告诉他的。谢谢你啊，真的很感谢。晚上不回来吃饭，怎么也不打个电话呀？忙着忙着就给忘了。今天临时开什么会啊？讨论飞行技术的。怎么了？公司最近出事儿了？一大堆乱七八糟的事儿，想想就烦。睡吧。前面车的男人和您是什么关系？我丈夫。哦。该。
您，师傅，接着跟上那辆车。好，保证颠不丢。哎，完喽，连儿都有了。你不说话，没人当你是哑巴。